很多同学在改善髋内旋或者髋外旋受限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？以上的方法是练习骨盆不动，股骨绕着我们的髋臼做内旋和外旋的运动。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的足底是被锁死的，也就是我们的股骨是固定的，此时我们的骨盆需要绕着股骨去旋转，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多的需要的是股骨不动，骨盆绕着股骨内旋和外旋的能力，因此刚才那样的训练是很难应用到生活当中的。那么今天老王就给大家带来2个思路，在我们的臂练系统中怎么能够提升我们髋内旋或者髋外旋的能力。在我们的弓步练习中，手持壶铃的负重练习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训练动作。如果在这个训练中，我想提升我左侧髋关节的髋内旋能力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右手持壶铃，然后进行弓步蹲的练习。当你在做弓步蹲的时候，你的骨盆会有一个向左旋转的感觉。呼气起身，吸气，在蹲的过程中，骨盆会有一个向左旋转。那么相反，如果我们想提升左侧髋关节髋外旋能力的话，那么很简单，我们把我们的负重侧的手换到左侧即可。当你左手持壶铃蹲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你的骨盆会有一个向右旋转的力量，进而提升我们左侧髋关节髋外旋的能力。以上这个分享是我以分腿蹲为例，在我们的实际训练过程中，如何调整才能更好的提升我们的髋内旋或者髋外旋的能力。那么老王就给大家留一个作业，在我们的深蹲练习中，如果你想提升一侧的髋内旋或者髋外旋能力，又该做怎样的调整呢？有想法的同学可以留言到评论区。好了，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